枕頭下邊放鉸剪，趕走惡夢。咁犀利枕頭下邊放三樣嘢，進退五尋路。啊！咁犀利，邊3樣嘢啊？首先枕頭下邊放銅錢，治車有聚財啊。民間有個咁樣嘅講法，話如果經常發惡夢，瞓到半夜又扎醒嘅話，就可以喺枕頭底下放把鉸剪咁話，唔單止可以剪斷夢魘、辟邪安神，對於啲女仔人家嚟講，仲可以起到防身安心嘅作用。咁所以老人就話啦，嗱，尤其對於啲八字弱啊、身子比較孱弱啊，又或者係周身唔聚財嘅人特別見效，因為鉸剪係屬金氣，仲可以被視為可以催財咁話。咁呢個方法到依家都有人效仿嘅，有啲人仲話有效添，靚唔靚聽我就唔知啦，我未試過。不過屏幕前如果有人試過喺枕頭底下放鉸剪，令到自己瞓得好啲嘅，嗱，不妨留言分享下。咁除此之外，民間仲有個講法，話枕下放3物，進財不尋路咁話。咁到底係邊3物呢？睇下你有冇啦。咁首先第一樣就係銅錢啦。嗱，點解古人會認為銅錢可以辟邪呢？有3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係因為銅錢性剛，五行屬金，銅質吸收嘅氣場啊同埋力量要比金銀好。咁再加上喺銅錢喺流通嘅過程中，經過好多人把手，咁陽氣就特別旺盛嘅。嗱，嗰啲魑魅魍魎就最怕呢味嘢噶啦。咁第二個原因，你睇翻銅錢係外圓內方嘅，外圓代表嘅係天，內方代表嘅係地。咁中間皇帝嘅年號代表嘅就係人啦，天地人3才具備，象徵嘅係天地人和諧合一，有扭轉乾坤嘅力量，所以古人認為銅錢係具備住好強大嘅辟邪作用嘅。咁第3個原因就關係到歷史嘅背景同文化傳承咯。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呢5帝處於中國國力最旺盛嘅年代，時代相通，國運昌盛，社會安定繁榮，帝王獨尊，百姓樂業。咁呢幾個年號嘅銅錢得天地人嘅精氣，所以古人就認為有鎮宅化煞，並且有旺財嘅作用啦。有啲地方其實喺起屋嘅時候，打地基嘅時候，又或者係新屋嘅時候都會喺間屋嘅4個角各放一啲銅錢嘅。咁其實為嘅就係可以鎮宅辟邪咁話。仲有過年收嗰個壓歲錢，咁最初亦都係將銅錢放喺枕頭底，壓住一隻叫做歲嘅小妖，祈求來年可以平平安安咁話。咁後嚟就演變成為放紙幣啦。咁講到底，無非都係古人對於財富嘅渴望，對於家族興旺啊、財運亨通美好嘅祝願。咁第2物呢？枕頭下邊放葫蘆，有福又有祿噶啦。枕頭下面放葫蘆，因為葫蘆嘅諧音係福祿。有福又有祿啊嘛，福係福氣嘅福，祿係俸祿嘅祿。你睇翻葫蘆嘅形狀啦，好似八字形咁，象徵係發發發。咁而且佢係圓潤又飽滿嘅，象徵係健康長壽。咁葫蘆嘅果實又多又密集，象徵係子孫繁衍昌盛。所以古時候嘅人好中意將葫蘆掛喺門口啊、窗邊啊，又或者係床頭啊，放喺枕下邊嘅。寓意係子孫繁榮昌盛，多子多福咁解。仲有葫蘆入邊係空嘅，象徵係包羅萬有，包容一切啊。佢嘅藤蔓生命力係好強嘅，冬天枯萎之後，春天又再重新生長，所以又象徵生命嘅重生同再生。仲有喺道教同佛教當中，葫蘆仲係神仙用嘅法器。八仙之一嘅鐵拐李用嘅法器就係葫蘆啦，象徵係智慧同知識。咁喺古代，葫蘆仲係用嚟裝水飲啊、滗水嘅器皿嚟嘅。咁時至今日，葫蘆已經成為一個擺件啊、文玩啊，又或者係飾物啦。有個成語叫做懸壺濟世，咁意思即係話形容醫者嘅品德高尚。呢度嘅壺指嘅就係葫蘆啦。咁因為葫蘆嘅儲物性好，古時候嘅醫者都係用佢嚟裝藥嘅，所以古人將葫蘆視為係健康長壽嘅象徵。咁其實都唔難理解啊，因為古時候喐啲就係戰爭戰亂，鬧饑荒又多，對於手無寸鐵嘅平民百姓嚟講，尋求安穩啊、福祿，可以話係一種奢望嚟嘅。咁帶翻個葫蘆，可以話係一種尋求心理安慰，亦都係一個護身符啦。咁第3物呢？枕頭下邊放本書就好噶啦。點解啊？書中自有黃金屋噶啦。
枕頭下邊放本書，唔單止體現咗古代讀書人對於知識嘅渴望，仲係對於智慧嘅追求同埋尊重。咁俗語都有講啦，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啊嘛。想要一個家族興旺發達嘅話，如果唔好好讀書，唔好好運用知識，就算俾個金山銀山你放喺枕頭底，你都守唔住財啦，係咪？尤其對於古人嚟講啊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所以對古時候嘅讀書人嚟講，考取功名、步入仕途係擺脫貧困嘅唯一一條出路。尤其對於啲一心想考取功名嘅人嚟講，枕頭隔籬放一本書嘅話，臨瞓前睇下，咁瞓醒之後又睇下，可以增加下記憶力，早日可以考取功名、建功立業。不過到咗依家，枕頭下邊放本書已經成為咗一個美好寓意嘅民族風俗嚟噶啦，寓意學子可以學業進步咁話。咁呢一個就係古人所講嘅枕下放三物啦。嗱，當然呢一個只不過係一種心理暗示，提醒自己要努力啲、自信啲。咁至於進唔進財嘅話，嗱，唔係話單單靠喺枕頭下邊放嘢嘅。如果想財源廣進、事業有成嘅話，咁講到底都係要靠自己不斷發奮圖強、積極上進先係得噶嘛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咁唔知你嘅枕頭下邊放嘅又係乜嘢呢？留言話我知。